好的。克莱恩微微鞠躬，将不高的礼帽取下，又重新戴在了头上，心里则更多地想象着封印物0到08的模样。看起来很普通的羽毛笔，书写不需要墨水，那它真实的作用是什么？以至于要高度保密，被认为非常危险。不会是写谁谁死的因果笔吧？不，那太逆天了。因斯赞格威尔没必要潜逃了呀。克莱恩刚刚转身欲要离去，背后邓恩·史密斯却突然喊住他：“等一下，我忘了件事情。”什么？克莱恩回过头，满眼的疑惑。邓恩放好怀表，笑了笑道：“你等等记得找会计奥利安娜太太，预支4周的薪水，一共是12磅，之后每周只领取1半的薪水，直到偿还完毕。”太多了，没有这个必要，可以少一点。克莱恩下意识就说道。对于预支他并不反对，毕竟身上连回去的公共马车费都没有，可一下拿12磅的巨款还是有些让他害怕。不，这是必须的。邓恩摇头笑道：“你想一想，你还愿意继续住在现在的公寓吗？连盥洗室都要和好几户共用，不考虑自己也得考虑女士。而且……”见克莱恩颔首认同，他停顿了一下，微笑打量了对方的衣着几眼，意味深长道：“而且你也需要一根手杖，并且得重新买正装了。”克莱恩怔了一秒，旋即醒悟，脸上顿时有点发烧，因为自己穿的这套是廉价品。正常而言，礼帽得是丝绸制成的，价值5到6苏勒，领结3苏勒，镶银的手杖7到8苏勒，衬衫3苏勒，裤子、马甲和燕尾正装得7磅左右，皮靴9到10苏勒。这么一套下来，总计得8磅7苏勒以上。当然，一位体面的绅士还需要表链、怀表和皮夹。当初原主和哥哥班森省吃俭用攒了一笔钱，去衣帽店问了一下，结果连价都不敢还，就灰溜溜走了。在铁十字街附近的廉价商店里凑合着每人买了一套，一共还不到2磅。就是因为这件事情，原主对衣物价格的印象深刻到极点。好的。克莱恩略有结巴地回答，他和原主一样，也是个要脸的人。邓恩又拿出怀表，按开看了一眼，道：“或者你先去找奥利安娜太太，我不知道你在老尼尔那里会待多久，再等一会儿，奥利安娜太太就要回家了。”好的。克莱恩深感穷困，没表示反对。邓恩走回桌旁，拉了拉垂下的几根绳索之一，道：“我让罗珊带你去。”绳索运行，齿轮转动，黑经济安保公司接待厅内的罗珊听见旁边悬挂的铃铛轻响，连忙站了起来，小心翼翼下楼。没过多久，他就出现在了克莱恩面前。邓恩·史密斯幽默笑道：“没打扰到你休息吧？麻烦把莫雷蒂带去奥利安娜太太那里。”罗珊悄然撇嘴，愉快回答：“好的，队长。”这个时候，克莱恩却诧异脱口：“就这样，去财务预支薪水，不需要队长您批张条子写个什么吗？”所以，邓恩疑惑反问：“我是说，去奥利安娜太太那里预支薪水，不需要您签字吗？”克莱恩用尽量朴素的话语道：“不需要，罗珊就可以证明。”邓恩·史密斯指着棕发女孩回答：“队长，咱们这里的财务管理几乎没有管理啊。”克莱恩忍住了吐槽的冲动，跟着罗珊转身走出了房间。就在这时，他又一次听见邓恩喊道：“等一等，还有一件事情。”才能一次把话说完吗？克莱恩脸上笑眯眯地回身道：“
您讲。邓恩按了下太阳穴道：“你去老尼尔那里的时候，记得领取10发猎魔子弹。”我？猎魔子弹？克莱恩惊讶反问：“威尔奇的那把左轮不是在你那儿吗？就不用上交了。”邓恩单手插兜道：“配合猎魔子弹，真遇到什么奇诡的危险，你也能保护自己。这至少可以给你勇气。”不用加最后半句话，克莱恩正愁这方面的事情，毫不犹豫回答道：“好的，我会记住的。”这个就需要我写一个正式的文书了，你等一下。邓恩·史密斯坐了下来，拿起暗红色的吸水钢笔，刷刷刷写了个条子，签好了名儿，盖上了章。谢谢队长。克莱恩诚恳接过，他缓步退后，再次转身。哎，等等！邓恩又一次喊道：“队长，您看起来也就30来岁，怎么有未老先衰的前兆了？”克莱恩挤出笑容，回头问道：“还有什么事？”我刚才忘记了，你没有练过射击，拿着猎魔子弹也没什么用。这样，你每天再领30发正常子弹，趁外出的机会去街头，也就是佐特兰街3号的地下靶场练习。那里大部分属于警察部门，但是有一块场地专属于我们职业者。啊，对了，你还需要从老尼尔那里领一个徽章，要不然你进不了靶场。邓恩拍了下额头，从克莱恩手里拿回条子，刷刷填上了其他内容，并补了个章。好的枪手都是用子弹喂出来的，你不要轻视。邓恩将改好的纸条又递给了克莱恩。我明白。畏惧着危险的克莱恩恨不得今天就去。他往外走了2步，忽然谨慎地半转身体，斟酌着开口：“队长，没别的事情了吧？”“没有了。”邓恩肯定点头。克莱恩松了一口气，一直走到了门外，期间恨不得再次转身问一句：“真没有了吗？”他忍住这个冲动，终于顺利离开了值守室。队长一直是这样，经常忘记事情。罗珊走在旁边，小声诋毁道：“我奶奶都比他记性好，不过他只会忘记小事。小事。哎，克莱恩，以后我叫你克莱恩吧。奥利安娜太太是个和蔼的人，很好相处。她父亲是位钟表匠人，手艺很好。”听着棕发女孩絮絮叨叨的闲扯，克莱恩踏足楼梯回到上层，在右手边最靠外的办公室里见到了奥利安娜太太。这是位穿荷叶边长裙的黑发女士，她看起来30多岁，留着时髦的卷发，一双碧绿的瞳孔清澈含笑，秀气而文雅。奥利安娜听罗珊转述了邓恩·史密斯的安排后，拿出便签写了个预支单。“你签下字，有印章吗？没有就按个手印。”“好的。”克莱恩熟稔地完成了手续。奥利安娜拿出铜制钥匙，打开了房内的保险柜，边点数着金镑，边微笑说道：“你真幸运，今天有足够的现金。对了，克莱恩，你是因为牵涉协议事件，本身又有特长，才被队长邀请的？”“是的，女士，你的直觉很准。”克莱恩没吝啬赞美。奥利安娜取出4张浅灰为底、深黑作文的钞票，重新锁上了保险柜，一边转身一边笑道：“因为我也是这样的。”“是吗？”克莱恩适当表示了诧异。“你知道16年前轰动了整个廷根市的那个连环杀手吗？”奥利安娜将4张金镑递给了克莱恩。“记得，就是那个连杀了5位少女，有的取心脏，有的拿走胃部的那个血腥屠夫。小时候，我母亲经常拿这件事情吓唬我妹妹。”克莱恩略一思索道。他接过钞票，发现是2张5磅和2张1磅的，都灰底黑纹，四角有复杂图案和特殊水印防伪。前者略大，中央是鲁恩王国第5位国王乔治3世的直系先祖，
亨利·奥古斯都一世。他戴着白色发套，脸庞圆润，眼睛狭长，表情异常严肃，可在克莱恩眼里却有着说不出的亲近。这可是5磅的钞票，等于班森近4周的薪水。1磅纸币的中央是乔治3世的父亲，前任国王威廉·奥古斯都6世。这位强势者有着浓密的胡须和坚毅的眼神。他在位期间，鲁恩王国摆脱了陈旧的束缚，再次走到了诸国的顶端。这可都是好国王啊！克莱恩隐约闻到了那让人心旷神怡的钞票油墨味儿。对，如果不是职业者们及时赶到，我就是第6位受害者了。奥利安娜太太的语气里还藏着一丝后怕，即使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10几年。听起来那个连环杀手屠夫是个非凡者。克莱恩小心翼翼折好纸币放入正装内侧的口袋，然后在附近连续摸了几下以作确认。是的。奥利安娜太太沉重点头。他之前杀的人有很多，那次之所以被抓到，是因为他在准备一个恶魔仪式。难怪要不同的内脏器官。抱歉女士，让你回忆起不好的事情了。克莱恩诚恳说道。奥利安娜轻笑道：我早就不怕了，那时候我在商业学校读会计，再之后就来这里了。好了，不耽搁你了，你还得去找老尼尔。再见，女士。克莱恩脱帽行礼，退出了办公室。临下楼梯前，又忍不住摸了摸内侧口袋，确认那12磅钞票还在。他于十字路口拐弯，向右侧前行，没多久就看到了一扇半掩的铁门。敲门声中，内里有苍老的声音道：进来吧。克莱恩推开铁门，发现这是一个狭窄的房间，只能摆放下一张桌子和2张椅子。在房间内面还有扇紧紧锁着的铁门，而桌子背后，一位头发花白、身穿古典黑袍的老者正就着煤气灯的光芒阅读几张泛黄的书页。他抬起头看向门口道：你就是克莱恩·莫雷蒂？哈，刚才小罗珊过来说你很有礼貌。罗珊小姐真是位友善的人。下午好，尼尔先生。克莱恩脱帽致意。坐吧。尼尔指了指桌上花纹繁复的镶银锡罐。要来杯手磨咖啡吗？他眼角和嘴边的皱纹很深，一双暗红的眸子略显浑浊。您好像都没有喝。克莱恩敏锐注意到尼尔的陶瓷杯子里是清水。这是我的习惯，下午3点之后不喝咖啡。尼尔笑着解释了一句：为什么？克莱恩随口问道。尼尔含笑看向克莱恩的双眼道：我怕晚上睡眠不好，那样会听见一些莫名其妙存在的低语声。克莱恩一下不知道该怎么接话了，转而问道：尼尔先生，我该阅读哪些文献和典籍啊？他边说边将邓恩·史密斯写的条子拿了出来。和历史有关的，复杂的，零碎的。老实说，我一直在尝试学习，但只能掌握初步的，其他太麻烦了。什么当时人们的日记啊，流行的书籍啊，墓志铭等等等等。尼尔抱怨道：比如我手头的这些，就需要更加详细的历史记载来推断具体内容。为什么？克莱恩听得有点迷糊。尼尔指着面前的几张泛黄书页道：这是罗塞尔·古斯塔夫死前遗失的日记，他为了保密，都是用自己发明的奇怪符号来记录。罗塞尔大帝，穿越者前辈。克莱恩愣了愣，旋即专注倾听。因为很多人相信
他并未真正死去，而是成为了隐秘的神灵，所以一直有崇拜他的邪教徒举行各种仪式，试图获得力量。我们偶尔就会遇到这类事情，获得几张原本或者抄写本的笔记。尼尔摇头说道：到今天还没有谁能解读出那些特殊符号的真正象征，所以圣堂允许我们保留副本研究，希望能有意外的惊喜。说到这里，尼尔露出了得意的笑容。我已经解读出了其中几个符号，确认那是数字的表达。哎，看看我发现了什么，这其实是一本日记。我希望用当时不同日期的历史事件，尤其皇帝身边的事件，与日记对应那天的记载做比较，从而解读出更多的符号。天才的思路，对吧？这位头发花白、皱纹深深的老先生目光发亮地看向克莱恩。克莱恩赞同点头。是的。来，你也可以看看，明天就得开始帮我做这方面的工作了。尼尔老先生将那几张泛黄的书页推给了克莱恩。克莱恩将它们转正，只是瞄了一眼，整个人就呆在了那里。虽然那些符号被临摹描绘得很丑，有些微变形，但自己绝对不会认错，因为这是自己最熟悉的文字，中文，还是简体字。